大家好，我是于超。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大熊啊和那个宋维维两个人对谈的一个节目，就是谈那个《水浒传》。在这个节目中呢，那个宋维维谈了他对这个《水浒传》以及其中一些人物的看法，然后大熊呢，他的那个看法是，就是《水浒传》中的那些人呐，他是只按照那个义气作为自己的行事方式，而那个完全不顾这个世界上应该有的法律啊，还有基本的这个准则，所以他认为那些东西呢是不值得提倡的，而且举了这个东北人的这个经常是嘴上说义气哈，但是实际上那个嘴上形成的义气呢，在现实的这些利益啊，这个女色的这个争夺上面啊，经常是就垮塌了。然后呢，那个宋维维谈了呢，就是说他比较喜欢鲁智深等等这些事情。然后我也看了一下那个这期节目下边有人留言认为这个《水浒传》啊，包括《金瓶梅》啊，都是非常糟糕的。然后他认为那个《西游记》和那个《封神榜》是比较好的。这一看就是法轮功学员的留言。我也想谈谈我的这个看法。因为《水浒传》是我从很小就开始看的，当时不太明白这个里边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随着这个人生的这个路接着往下走哈，我对这个《水浒传》呢，那个就是越来越能理解了。其实我30几岁的时候，我在监狱里边的时候，我想起《水浒传》中的一些事情哈，我就比以前都能更加透彻的理解，就是说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么在我看来呢，《水浒传》它那个之所以好啊，就好在它的真实，他写的事情是如此之真实，而且呢没有评论。假如你要看俄国文学，你看这个托尔斯泰，或者是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比如说里边那种大段的这个人物心理这个描写，然后呢那个也都是挺棒的写的。然后呢详细的阐述道理啊，详细的阐述那个这个人物的这个心理啊，非常非常多。你要看那个《水浒传》呢，几乎都没有怎么阐述那个人物的心理，就是故事一个一个故事。那如此的这种白描的那种方式，为什么它能够流传这么久呢？假如说真的像是那个大熊所说的那个，他只是义气，只能感动那个初中生，然后那个好像是这个热血冲头，我就去那么做了。那这个为什么能流传这么久，而且很多人对他评价都挺高的，包括我觉得《水浒传》写的相当不错。那么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他写的那个狱中的那个情况，以及那个司法系统的那个情况，就比如说宋江刚刚进监狱，然后呢那个谁戴宗找他来要常例钱呐，这那个跟现在的那个监狱几乎是一模一样，基本都不需要什么修改。还有呢，在那个就是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吧，完全没有人顾及正义，而仅仅是这个利益的这个交换。包括那个林冲，他从那个从哪儿啊？他就被弄到那个天王堂啊，看守草料场的时候呢，那原来是个老军，之所以给他弄到天王堂，是为了要放火烧他。但是呢，他的那个管营应该是监狱长，就跟他说，你去了那个草料场呢，那个有些常例钱寻觅，就是每一个职位啊，它的主要的那个经济来源啊，其实并不是这个政府给你发的津贴，而是你在那个位置上去盘剥呢，那个像你比如说交纳草料的人。所以在整个的那个这些事情上是非常真实的。那么就是我看给大熊比较大刺激的这些事情，就是
就是那个水浒英雄动不动就杀人，比如说他提到了那个要为了让那个谁呀、是让谁来了？是让霹雳火秦明还是让美髯公朱仝啊？应该是让美髯公朱仝。美髯公朱仝上山，他替那个这个太守看他的小孩啊，那个应该是李逵就把那小孩一撕两半，这是非常残忍的。其实我还可以补充一些，在这个《水浒传》里边，第一次吃人呐，是白龙庙小聚义杀了黄文炳。那次呢，就把那个黄文炳啊从小腿开始割，然后呢，那个为了让他增加他的痛苦嘛，从小腿开始割他的肉，然后一片一片片下来，烤着吃，然后最后挖出心肝呢，给那个众头领做醒酒汤。那一次是第一次，这个出现这种吃人呐，还有这个开膛破肚啊，这种极其残酷的这种事情。然后在后来呢，这种吃人的场景也比较多，比如说李逵遇上李鬼，把李鬼杀了以后呢，他没吃的，他突然醒悟了，他说这个放着好肉却不知道吃，就把那李逵的小腿的上的肉也给割下来。看来小腿是他们比较钟爱的一个部分。当然还有那个什么孙二娘做人肉包子呀，然后那个等等，就是这些故事吧。似乎吃人呢是那个这梁山好汉的一个相当通常的一个蛋白质来源吧。那么像这样的事儿，我觉得按照大雄那个评论方式呢，那个评论思路呢，就说这些事儿完全是和那个公序良俗是彻底冲突的，而且简直是那个像魔鬼一样的哈。你看美国拍了半天，也就不过是拍了个汉尼拔吃人脑子。你要是去那个《水浒传》里，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包括那个拼命三郎石秀和那谁，那个杨雄啊，杀掉那个杨雄的妻子叫做潘巧云，和那个他那个使女叫什么来了？叫什么玩意儿了？我给忘了。把潘巧云的内脏都挂在那个树上，就等等这些非常残酷的这种行为。而你如果看那个《水浒》的行文呢，它几乎是用现代文学所谓的那个零度描写，就是不带任何情感，不带任何的那个评价，既没有谴责，也没有那个就是怜惜，是什么都没有。就是类似描述那个刮风下雨这种自然现象一样，就描述这种事情。那么这其实就更给人一种那个毛骨悚然的感觉，其实是。那么我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的呢？其实我觉得这正是《水浒传》啊，它真实的那一面，就是反映了真实的世界。那你们可能问了，说那个于超，你的世界中有人这么吃小腿肉，或者把自己的妻子的内脏挖出来挂在树上吗？我的世界中没有这个，但我的世界中呢，有我师父宇宙主佛李洪志先生长久的剥削这些未成年人，剥削了15年了，应该超过15年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呀，这种剥削就是一种吃的行为，你知道吗？那么在我以前的节目中呢，就是有一个系列节目叫《青春期叛逆》。除了这个系列节目，这个系列节目有5期，还有其他一些节目里边，我都谈到了这个在饥荒年间呢，父母吃孩子。我说这个饥荒并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物理意义上的饥荒，在你这个灵性上的这种饥荒啊，灵魂的饥荒之中啊，你也存在食子的问题。实际上很多这个父母教孩子，就是说什么学钢琴拉小提琴吧，什么学滑雪吧，然后上非常非常昂贵的贵族班吧什么的，就是他并没有明白，就是你自我成长才是一个从根本上让你的孩子看到一个人原来能活出光彩的这么一个几乎是唯一的一条路。相反呢，他把自己的这些缺憾呢，因为我有这个缺憾，被他们说成我都是为你好，但实际上是因为他自己有缺憾，或者他有
这个那种基于匮乏的这种追求，基于匮乏的追求啊。什么叫不基于匮乏的追求？比如说我要把神韵的事接出来，这并不是基于我于超的匮乏，因为我觉得那个事儿不对。我希望那个孩子们不再受折磨，像这种追求就不是基于匮乏的追求。我说的是那些父母基于匮乏的追求啊，他利用我对孩子的这个从经济上、从体力上、从这个经验方面都占据优势，然后呢，我操纵这个孩子。我利用这个孩子的这个对我不得不依赖、不得不这个信任的那个时间段，就是使劲的扭曲他，让他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不但发生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也发生在这个神韵的那个所谓的什么团长啊和那些神韵小孩之间，也发生在师父师母和那些小孩之间。这个呢，其实是一种残酷的这种。基于情感、基于灵性的这种利用和扭曲，这个就是在灵性上去吃人，其实是。所以呢，就是施耐庵的那个《水浒传》好就好在，它反映了这种人和人之间真实的样貌。真实的样貌，就说人和人之间，如果你不是基于就是更高层面的这个追求啊，大多数都会沦于这种我剥削你，甚至是我吃你这种状况。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水浒英雄啊，他们很多人其实都是有超出一般人能力的这个人，就像那个阮小五啊，他接待吴用的时候，就拍着脖颈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这句话其实也是所有水浒英雄内心的这个话。因为我在这个水浒传这里边，你看你这个水浒英雄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要仔细翻一翻水浒传啊，基本上就是想凭着自己的那个才能吧，图办事快活。你看一看，就这图办事快活这几个字啊，几乎是整个华人社会所有人的想法。比如说你观察一下这个台湾社会的那个不少这个人呢，就是他这个不婚不生啊，或者是什么，反正我就是也不想活太久，我就是尽可能享受吧。很多人是这样这个想法。然后呢，男的埋怨女的，女的埋怨男的。其实呢，你说到底啊，根本上就是他想图办事快活，你知道吗？而《水浒传》这108个人呢，他比周围的人更有理由、更有资本图办事快活，是因为他们的确是非常有才能的人，非常有才气的这个人，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他不能图办事快活呢？凭着自己的本事，那谁能让我图办事快活？那我就遵守这个能让我图办事快活的这套理论，在对水浒英雄来说就是义，就是忠于宋江哥哥。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宋徽宗治下的这个社会，正如聂干弩说的，这个急经裘冠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急呀，就是那个赵佶，就是宋徽宗；京呢是蔡京，裘呢是高俅，冠呢是童冠。就这么几个昏君加奸臣这样的江山里啊，董超、薛霸那样的人怎么能少呢？这个是那个聂干弩咏林冲的那个话，就是说像这样的那个世界啊，那正如聂干弩的诗里说的，林冲啊，就天寒日暮，何所知吧，还是叫什么呀？涌血成尸喷土墙，就是最后林冲那个火烧草料场，然后那个夜宿山神庙，最后呢踉踉跄跄，花枪挑着葫芦，一路踉跄的，就是走向那个未知的这个未来。到了那个汉地忽律朱贵的那个酒店的时候啊，他实在内心的这个郁结啊，就涌出来，然后在墙上题了一首诗：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这个什么身世论如转蓬，他日若得志，威震泰山东。那么就是像这样的人生经历的人，
他怎么可能把你那个体系中的那个人的命当成命呢？因为你的那个命啊，就是你并没有关心过林冲当时的这个命。那么林冲呢，他呢就是之所以遭这个罪，是因为高俅的那个高衙内义子啊，高俅自己没儿子，这个收了一个义子，这和我师父宇宙主佛李洪志的那个经历也非常像，也是自己没儿子，把那个妹夫那个儿子给弄过来，然后这个高衙内呢，他看上这个林冲的太太，那么看上林冲太太之后呢，第一次是在那个庙会里边拦住调戏，第二次呢是这个富安还有那个林冲的好朋友陆虞侯一起设计啊，把这个陆虞侯把林冲给诓走，然后呢，这个计谋是富安出的，但是提供这个犯罪场所呀是这个陆虞侯提供自己家里当犯罪场所，而陆虞侯和那个林冲是相当好的这个朋友，但是他在这种权势之下的非常果断，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这个高俅那边，他就把林冲邀请出去说，那个咱们就喝点酒，因为他知道林冲心里闷嘛，因为前2天刚刚自己的妻子在那个庙会被那个高衙内调戏，而且林冲也觉得非常羞辱，他不好意思出去见人，然后陆虞侯就把他拉到当时东京最有名的这个综合的这个夜总会吧，这个樊楼去那儿那个喝酒去了。这个当时他们家里正面临外来的这种那个压力，就在外来压力的时候，你千万不能逃避。你要逃避的话呢，那个困难会变得更大。但林冲在这时候选择了一时的这个想心里闷，想去逃避。这时候呢，那个林冲那个娘子就追到那个窗口，对林冲喊说：“大哥，少饮早回。”他心里也不踏实，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自己的这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走了，他更不踏实了，所以希望他早点回来。就在走了不久，然后有一个人就冲到那个林冲家里，就跟那个他妻子说，就是说林冲和那个陆虞侯喝酒一口气没上来，结果就晕倒了。结果这一下他那个妻子就特别着急，就跟着那个人就去到陆虞侯家里边去了。到陆虞侯家里边去以后呢，那个高衙内正在那儿埋伏在那儿，要对他欲行非礼。这时候他那个使女啊叫什么来了？使女叫一下给忘了。我看一下，那使女叫什么来了？锦儿。她那个使女啊，就是一个女仆叫锦儿，就赶紧就到处找林冲。结果呢，在樊楼找到了林冲，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林冲呢就冲到这个陆虞侯家里，把他这个妻子解救出来，他就意识到自己中计了。然后他那个高衙内呢从窗户跳出去了，然后林冲把高衙内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打成粉碎，然后带着妻子下楼了。这时候《水浒传》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看一下《水浒传》的原话是什么呢？出得门外看时，邻舍两边都闭了门。这个一句话呀，其实是非常点睛的一句话，非常点睛的一句话。什么叫邻舍两边都闭了门呢？你要放在法轮功场景里说呀，就是我揭露了这个神韵长久的剥削虐待这些孩子这些事儿，然后那些自称要修炼成佛的这些大法弟子们纷纷都说不要听不要看，修炼就是修自己。这就是邻舍这个两边都闭了门。就所以就是这个水浒传描写的东西是如此真实，而大雄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是戏中之人。你并不是一个什么我离水浒好几百年，或者你就把水浒当成南宋的事儿，你离南宋上千年哈，这事儿和我没什么关系，他们杀人和我没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父母都是在吃孩子的，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孩子长久稍微长大一点就开始恨你了，你知道吗？师父和师母啊，他不但是在灵性上去吃这些孩子，在真正的这个世间呢，也去剥削他们的劳动，还剥削整个法轮功群体。这个就发生在你面前，
你就是水浒中人，你知道吗？只是你选择你是谁，我选择我是鲁智深。我看那宋薇薇挺喜欢鲁智深的，你喜欢鲁智深，你就去做鲁智深就可以了，不用这个没有什么难的，你就站起来问问说于超说那事儿是真的是假的，然后你马上就知道身边谁是高衙内，谁是陆虞侯，谁会背叛你，你知道吗？你之所以还在那里边，没有人背叛你，你就是那个闭门者之一。当然了，就是这两个人呢，就是大雄和这个宋薇薇啊，也是还是有才气的人吧。然后呢，他们在这些整个的这些事情中呢，也是怎么说呢，并不是做的最差的，我就觉得并不是做的最差的。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法轮功出现这些事儿啊，就和《水浒传》里边的事儿非常像，而且这些事儿在整个中国这群人中啊，到处都是这种事儿。这也就是为什么《水浒传》能够长久的流传。你觉得什么？他是为了义气和现在离得很远，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看懂，你知道吗？你根本就没有看懂，你也不知道你身边正在发生什么，或者你知道，但你呢，我也就不评价了。反正就是你说那个《水浒传》好像是那些英雄都是随便杀人什么的，我说。整个华人群体这里边的人，基本都是吃人者，知道吗？基本都是吃人者。像鲁迅说的有一句话挺对的，就是说看的那个历史上啊，那个字缝里都写着吃人，他其实相当程度上说了这个真实。那么在那个大雄评价这个东北人的那个义气。好像大碗喝酒大块吃，哇，没事吃都包在我身上。北京人也是这样，知道吧？监狱里管这种形式叫做假义气、假仗义。对了，叫假仗义。假仗义这个词儿，我第一次是我就是30岁进监狱的时候，听到警察就说：“于超，你别假仗义了。”我此前从来没听说过假仗义这个词儿。后来呢，我就是观察到这个人和人之间这个交往啊什么的，后来我觉得这个词儿说的还是很准确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水浒传》描写的并不是这个像大雄在他的节目里提到的那种东北人之间的那种，或者北京人之间吧。别说东北人，大雄是东北人，我是北京人，我就说北京人吧。北京人之间的这种那个什么事都包在我身上，好像特别仗义。实际上你让他负一点小责任，他马上就推脱，而且他十有八九的会耽误你，你知道吗？这种人，北京人中非常非常多，我觉得中国人中没准也多一些。那个南方这样的人呢，那个谁啊，那个大雄也提到南方人丑话说在前头。其实我个人觉得，南方人，我个人觉得啊，比北方人要好打交道一些，因为北方人实际上太虚了一点。就刚才我说那种虚，他之所以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北方啊，这种政府他的那个就是独大。他把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都给破坏了，你知道吗？就像这个在龙泉寺宇宙主佛，他一定要离间这些孩子之间的关系，一定要离间孩子和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你们就只忠于我，你们互相之间不要建立什么这个正常的人际关系，那都是人的情。这个友情，我看都是执着。这是师父在给那帮孩子讲法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友情啊，什么亲情都是执着。就是而且呢，如果孩子和父母打电话多了，师傅都要给脸色看的，你知道吗？北方呢，中国北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南方呢这种自组织的能力强一些，人和人之间就有这样的余裕啊，形成这个一个比较健康的这种相对来说健康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水浒传》里所描写的那个义啊，和那个大雄所说的这种在北方看到的这种假仗义，它还不是一种东西。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水浒英雄有着超人的能力，他们呢知道这个以前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呀，根本就不管自己的死活，故此我也不需要管你的死活，我只需要忠于这么一个独立于你这儿既有，独立于你东京繁华的这个，因为你东京的繁华是臣服在高太尉脚下的，对不对？急经求冠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男儿两刻黄金印，
一笑心清白虎堂。这个就是也是聂干弩的诗，我非常喜欢啊。男儿两刻黄金印，一笑心清白虎堂。这是我刚从监狱里出来，我的 Facebook 的那个签名。你想，像林冲这样的，原来林冲这样的人，原来是80万禁军教头，去了那个梁山以后，还受王伦的压迫。那么最后呢，他在这个宋江手下为什么待得住？因为宋江用他，王伦不用他，你知道吗？在高太尉手下还害他。那么这样如此有才的暴走林冲，他内心世界是男儿两刻黄金印，一笑心清白虎堂。如果我连你的白虎堂都是一笑心清的话，我会对你对你东京的这些百姓做什么呢？那就是李逵这个劫法场劫那个卢俊义的时候，在那个大名府劫卢俊义的时候，排头去砍过去了。就是为什么呀？因为你们这些人不都是在我的娘子被人欺辱的时候闭门的人吗？你们是不是这种人？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这种人？你们是不是咱们就是修大法，就是回去修炼，就是修自己，别的事都不要问，就跟紧师傅。你不就是高太你不就是在高太尉那个高衙内调戏别人以后你关门的人吗？所以你作为一个关门的人，你现在还挑剔那些有着超能力，并且那个就是运作于另外一个那个就是能够给我这种枪子里的血要卖给那个识货的，就是运作于这个识货者的这个规则之下，你还去挑他，你不想想自己是什么人呢？所以就是说我那个。就从那个人和人之间那个基础的这种仇恨上来讲啊，那个我在监狱里体会就挺多的。前一段呢，我骂那个徐思远，实际上其实也是稍稍的向他 send 一个 message， 就是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对于人和人之间的恶毒的理解和这种关照啊，观察的观，照是照射的照，其实是要深于这个徐思远的，你知道吗？徐思远他可能就是人中受了不少委屈，然后呢随便就骂一些这个女性，然后这也是欺负女人的人，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就是在这种层面啊，就是物理上的人吃人呐，是一个非常就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把你当人。徐思远在用那些话骂那些女性的时候，他就没有把那些女性当人，是不是这样？然后呢，所以呢，就在这种情况下，人和人基本上就是一个仅仅是由受法律约束而没有互相吃的这么一个关系，这个就是现实，这个并不离你很远，你就在其中，你或者是因为这个你处于这个规则下的某一层。你不去看别人的苦痛，不去听别人的惨叫，你自以为是个文明人，其实不是。其实你之所以在那一层中，比如说你家住市委大院，打比方说，然后呢，你孩子可能是上比较好的学校，但是呢，那些农民却因为就是自己的农民身份，连出门都得开介绍信。这是咱们说的是改革开放以前啊。那实际上那些家住市委大院的人，每天都在吃那些农民。那对不对？统购统销就是用这剪刀叉剥削他们嘛，长时间剥削他们，让他们连买个钉子、买个什么都没有钱买，衣衫褴褛的，那就是被住市委大院的人吃的。所以你过了一个食人者的生活，你却对那个《水浒传》里边这些人就物理上吃人感到特别惊讶。你要么是你虚伪，要么呢，就像圣经里说的似的。就是饮醉了无辜者的血，你知道吗？喝血都喝醉了，就是你看一看圣经，看一看这些书说的，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就是因为他说的东西非常非常真实，只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就是那个喝醉了血的人，你知道吗？所以是你在人生路上能遇到那些张口说这个事儿不太对。那些机会你要紧紧的抓住，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我儿子说，你要想清楚自己愿意为什么而死。当那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抓住它，不怕任何危险的去，你会过上一个高质量的人生。因为你的一生并不是总能碰到这种事儿。你说你一辈子能碰到几次
神韵这个事儿被揭出来，然后我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你一辈子可能只碰上这一次，你在这时候你站出来，你说出来，你和你长久的在各种场景中吃人喝血的那个你，就不是那个你了，你知道吗？但是这时候如果你要做一个，就是把那个门都闭上，就是修炼就是修自己，修炼就是修自己。你如果是做这么一个人的话呢，那你也可能看不懂《水浒传》了，我觉得。不过我愿意给你讲一讲。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哎呀，《水浒传》其实有很多可说的地方，因为它呢就是和现实是非常真实的这个描写这个现实。然后呢，我看那底下那个留言，有人说《水浒传》都是不好，更渣的就是那个《金瓶梅》，他认为这个《西游记》好，《西游记》写的是修炼，然后就《封神榜》好。其实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法轮功写的，法轮功学员写的，因为《封神榜》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就是说我自己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我感觉就是自己就是神仙的这么一种精神上的幻觉，你知道吗？所以他喜欢看那个。他不知道自己处于的那种处境，你要么是长久的吃别人的肉，要么呢，或者甚至你还吃你孩子的肉，在灵魂上，你知道吗？或者呢，你是那种看着这个良家妇女被调戏，你赶紧把门关上的那种人，你知道吗？然后你还想求一个我是神仙的幻觉，所以你喜欢看那个《封神榜》吗？当然，我也挺喜欢看《封神榜》的。那里边谈了一些就是大事上的这个趋避，你到底什么是吉，什么是凶，你该选哪边？你看了那个以后，你得有行动啊。现在法轮功里边，我是把这事说出来了，然后肖明是因为问了一句也被踢出去了。其他有人说话吗？你们都是《水浒传》中的人，其实我也是《水浒传》中的人。那么那个《金瓶梅》啊，实际上他走的那个路子呀，笼统来讲和《水浒传》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是极其真实。《金瓶梅》实际上我到现在我并没有完整的看过一遍，因为它里边的性描写实在是太多，看的我看过可能5-6遍，我都感觉很疲劳，看那些性描写让我相当疲劳，所以我就没有看完。然后呢，它里边的那个什么，里边的那个就是人际关系啊，那个描写那个手法非常像《水浒传》，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留言者说写的很渣什么的，其实不是。其实那里边写了非常深刻的人的那个处境，你知道吗？写了人的处境，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他比较喜欢《水浒》，喜欢那个《金瓶梅》，因为那个和真实的世界贴得非常近，非常近，你知道吗？而《金瓶梅》最主要的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金瓶梅》最主要的中心思想叫由色入空，这个呀，在《水浒传》里体现的不多，但是在《金瓶梅》的那个继承者《红楼梦》里边，他也是继承了由色入空，但写的更加这个文学性啊，还有富丽啊，就是缠绵呀，那更多一些。然后呢，那个《金瓶梅》写那个赤裸裸的那个人性啊，写的更多一些，因为人性其实是非常的那什么，你既被它左右，然后又难以直视，而这个《金瓶梅》呢，以类似《水浒传》那种0度书写的方式记录这种人性，实际上它起到了一种由色入空，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值得追求，写了那么多这个男女啊什么，最后那些就是一场空，你会完全的进入一种，就是说这些东西不值得追求，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你知道吗？但是写到这儿呢，说到这儿呢，它就不如国外那个基督教文学了。基督教文学它是有盼望的，它根儿上是有盼望的，你知道吗？因为信望爱嘛，它那个盼望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到了这个19世纪的那个小说啊，用那个人文精神替代了这个基督教精神，比如说那个谁，那个雨果啊写的这个93年呐，写的这个悲惨世界呀等等的，它实际上是用人文的东西啊，用人替换了神，这是它最糟糕的地方。雨果那个东西最糟糕的地方就在这儿，但是它之所以还那么感人，是因为神的那个光彩还从人的这个表面上还放射出一些来。比如说93年，
最后说把那个人给放了，然后这个人自己死了，那个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还有这个悲惨世界的冉阿让，这最后都是自我牺牲，包括那个警长沙威，他最后投河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牺牲。这种在西方文学里边这个死亡啊，它都有在盼望跟着，而中国这个文学里边一个重大的特征就是毫无盼望，要让你彻底的虚，彻底的空，下边你该怎么走你就不知道了，你知道吗？有一个例子，西方文学里有一个例子和刚才我说那个就是盼望和死亡加在一起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托尔斯泰写那个《战争与和平》，安德烈公爵最后死的时候，他领悟到死就是醒，就在这一点上他就没有了那个盼望，而是进入了一个未知，就是你真正的醒，你醒了以后如何他并不知道。这就有点像那个由色入空，但是呢，中国的这个文学作品写的那个空里面有太多的这种完全的恐惧和失落，你知道吗？所以你观察，就是这个文学作品，你要从这个角度观察，你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包括那个曹雪芹写的那个《红楼梦》里边，你可以一个一个的数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包括晴雯的那个死，直着脖子喊了一夜娘，是不是？包括那个贾瑞的死，精尽人亡，就等等，就是实际上是非常恐怖的这个死，要么是在折磨中死，要么是在欲望中死。最后那个就是西门庆的死，其实也是这个阴森悲惨的这种死。所以就是说，这种在由色入空到那个时候的时候，那个死亡是极其恐怖的。那么所以呢，这种空虚和死亡同时出现的时候，实际上他这小说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让你去放下对他小说中描写的那些人欲的那种渴求和追求。这个《金瓶梅》如是，《红楼梦》亦如是，《红楼梦》也是这么一个这个，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了那个明清两代啊，就是中国的那种和上界的线已经接不上了，他只能用这种空虚、彻头彻尾的这种虚无来震慑那些还在欲望中的人，震慑和重大的恐怖。假如你还有点灵气的话，你会非常恐怖。这就是中国文学不如那个西方文学的这个一个根本之处，我个人的看法。但是呢，就是从这个情节的这个安排、人物的描写上面啊，那个《水浒传》和那个《金瓶梅》，包括那个《红楼梦》，都是相当高明的。所以呢，这些在他们节目下留言的那些人，我看懂行的是一个没有，可以说是没一个懂行的。然后就亮了法轮功以后，自己就极大的这种傲慢和对外界的这个排斥。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人呢，他从本质上来讲啊，和那个《水浒传》里边那个李逵那种杀人狂是从这个灵性层面是一样的。他完全不把别人当人，你知道吗？他和李逵的区别并不是李逵是杀人狂，他不是。而是李逵有那个能力，他没那个能力，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到很多法轮功，包括在网上乱骂的这些法轮功，包括于超就是特务，于超就是什么？就是你觉得杨雄把那个他妻子那个潘巧云开膛破肚，内脏挂在树梢上，然后扬长而去，你觉得这个残酷是吗？你法轮功群体里把我于超这样为法轮功出生入死的人一脚踢出去，说成是特务，你不是比那还过分吗？你们就是从精神上开膛破肚的人，给你这个亲近的人开膛破肚的人，你们就是这种人，你知道吗？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大雄啊，他是画漫画的，他以前呢是在一个漫画小组里边，那漫画小组的那个头叫马岩。马岩参与了那个肖明给我拍的给我和我同学拍的我们的故事，他应该是摄影什么的。马岩呢和我一个清华的也是一个校友叫马文景啊，他们有一个影视公司，此前有一段时间是专门拍这个和法轮功相关的这些故事的。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拍了法轮大法这个法轮大法日的特别节目，那时候我们都互相谁还不认识谁呢？那回应该是在纽约。可能因为我比较上相吧，我在就是那个纽约是应该 Union Square， 就是那个联合广场那儿，
看一位瑞典的那个一个同修在那弹吉他唱歌，我在那鼓掌嘛，然后正好我那笑容和鼓掌就被这个拍在这个片子里。那时候马岩还不知道我是谁呢，你知道吗？然后等到我呢，就是在2021年前后公开的和这个法轮功群体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方面是像那个李云祥，他呢拍了个电影盗用我的这个人生故事，然后说这个和我毫无关系。然后另外一方面，马岩他们就把他这个2015年拍的那一个法轮大法日特别节目中的那个2-3秒钟有我的那一段，把我的脸呢整个给弄模糊了。我就说你这不是在影像世界里去谋杀吗？我就觉得，所以你说自己不是和那个什么李逵什么不一样，然后李逵随便杀人。我跟你说，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这些人呢，其实视这个世界如无物，你知道吗？视他人的付出、他人的生命历程如无物，只是你们没有那个能力。你们有能力的时候，你们在你们这个群体里毫不犹豫的断绝，比如说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际关系，这就是杀。你在你的那个纪录片里边毫不犹豫的把我脸给弄模糊，你就是谋杀的那个影像，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不是水浒传之外的人，你就是水浒传中的人，只是你可以选择你是谁。我说这么多是不是说太散了？今天我的这个节目先做到这儿，刮胡子帅是吧？我打算再留一阵子，再留长点，看看能不能弄出点民国范儿来，跟那北京大学校长似的。那今天我的节目先聊到这儿，谢谢各位啊，我们下次再见。